超里卖的干净，它是有原因的。你看看，雇这些人搁这清洗，它能不干净吗？放心吃吧。你以为这就完事了吗？胡萝卜检测出甲拌磷超标80倍，香菇检测出百菌清超标 1.8 倍，豆角检出灭银胺超标 13.8 倍，山药检测出咪酰胺超标 3.56 倍。中共治下的大陆，有毒有害食品层出不穷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。7月8号，南京网红龙虾店爆出丑闻，用俗称洗虾粉的草酸清洗小龙虾。草酸腐蚀性很强，经常用于疏通清洁马桶、下水道等。南京的兄弟龙虾仙鹤门店是一家网红店，在外卖平台上评分高达 4.9 分，月收有1000多份。据荔枝新闻的报道，记者暗访发现，这家龙虾店员工在走廊通道用散发着酸臭味的溶液清洗小龙虾。监控视频显示，一名员工往洗虾水池里倒入一种白色粉末，镜头中展示装着白色粉末的瓶子上标有草酸 AR 分析醇。记者持续观察了多天，发现这家龙虾店一直没有更换清洗龙虾的溶液，反复使用同一池散发浓烈酸臭味的水洗虾。近日，云南曲靖市民刘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，7月4号，他在家楼下超市里购买了一瓶娃哈哈的营养快线，开盖以后，竟然发现白色活蛆正在蠕动。刘先生告诉记者，杯子里面有一个虫，扭开瓶子一看，盖顶也有2个虫。更让他震惊的是，当他找到超市更换时，打开后就发现有虫。老板随即打电话给厂家，厂家派业务员到超市，当着大家的面打开一瓶同款饮品检查时，同样发现有虫。狡辩说这个灯剂跟食品安全没有关系，我说没有关联，为什么会生虫？他说可能是运输途中干扰生。如果你瓶子的封口真空包装封装的好，运输途中也不可能从哪会进去。我说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把这批产品全部下架，跟全国的消费者道歉。8号，娃哈哈相关人士回应难度表示，产品经过高温杀菌后不可能出现活物。技术人员初步判定是商家仓储环境和条件有问题。现场其他品牌的产品上面也发现了虫子，虫子会顺螺纹瓶盖钻进去。娃哈哈回应引发网友的质疑，有网友表示，虫子会顺着螺纹瓶盖钻进去吗？你是把消费者当白痴吗？明显是生成环节出了问题。如果瓶盖密封的好的话，空气和水都进不去。也有网友说，与其找借口，不如直接承认错误，向消费者道歉。外卖正在毁灭中国3代人。只知道外卖脏，但是没想到这么恶心。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外卖做不到。以前在我们的认知中，很多无良餐厅和专做外卖的商家可能都是后厨很脏，蟑螂老鼠乱窜，或者是工作人员直接用手甚至用脚处理食材。但是今天我们的三观又一次被刷新，外卖商家的菜根本就不是自己做的，只需要购买廉价速食包，然后将其浇在饭上，再放入微波炉叮一下就算完事儿了。这些外卖速食包的制作过程堪比垃圾堆里捡垃圾，用远低市场价的最便宜的肉，没有来源不知道保质期，放了多少年都不知道，成吨成吨的加工成料理包，销往全国各地。有些外卖真不能吃，跑了半年外卖，3000单里藏着触目惊心的真相。作为美食界的搬运工，有些餐我是真的不忍心送给你。我亲眼看见一些外卖店商家在白天备货的时候，直接当我面把那一盆盆的肉撂到角落里。还有一些商家菜都是提前做好的，在外面放了1天，他们收到订单就直接用手把它放到外卖盒里面。你看到那些外卖包得漂漂亮亮的，送到你面前，你根本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，就连装外卖的盒子可能都不太干净。说真的，每次送到这样的餐到你们手里，我都欲言又止。说吧，怕影响你们食欲，更怕断了人家财路；不说吧，我自己心里有时候就憋得慌。我今天一次性曝光几种科技食物，大家一定要谨慎。首先呢，就是无根的豆芽，又粗又亮，其实呢是用了豆芽机泡出来的，里面含有大量的激素和防腐剂。第二就是特别白的莲藕，都是经过了美白药水的浸泡，咱们的胃啊根本就受不了的。第三就是带着黑斑的红薯就不要买了，斑点处啊带有剧毒，而且很难被清洗掉。第四就是切成块的水果，好的水果是没有人愿意把它切成块来卖的，基本上都是部分腐烂了再拿来接着卖。第五啊，就是色泽鲜艳光滑的生姜，其实它们都是经过了硫磺的熏制，
同时呢，在储存的时候每放一层姜，再涂上一层药，到你手里的不知是什么样的呢？第6就是超市洗干净的菜，你想一想，谁愿意拿出那么多的时间帮你把菜洗得干干净净的？那些表面上看上去干干净净的菜，这其中猫腻自然少不了。第7就是已经绞好的肉馅，好肉不成馅，这个大家都懂，我就不多说了。第8就是长期浸泡的海产品，为什么它就是泡不坏呢？你自己去想一想吧。第9呢，就是颜色鲜艳的辣椒面，全都是用了化学染料的色素，吃多了你不没问题才怪呢。最后呀，就是带着那个小花朵的又粗又直的黄瓜，这些黄瓜呀，从小就没有离开过各种激素和农药，吃了以后啊，对肝肾的代谢有很大的伤害。二哥，你看我种的黄瓜怎么样？嚯，你的黄瓜都当过兵了，这是要阅兵咋的？嘛意思，二哥？个顶个站这么直，你小子真是缺德带冒烟。这黄瓜都是科技与狠活吧？是用了点科技嘛，为了让黄瓜长得直，用了点拉直素嘛；为了让黄瓜长得快，用了点增瓜苓；为了黄瓜长得一样长，用了点氯比尿；为了每根黄瓜都能顶花带刺的，用了点植物激素嘛。那吃多了顶多掉点头发而已。这种黄瓜我跟你说，不是说是定量不要吃，而是绝对不要吃。李部长，来过来给你科普一下，包括粉丝朋友吧、原种朋友吧，你吃到的黄瓜像这种在对面上吃，要看它，丁点不要买，这就是典型的激素黄瓜，看到了吧？咱们正常挖出地落，外面的收口，等到我们的黄瓜出来以后，大家可以做个比较，它是圆圆的，就像圆珠笔头一样，一点点的比圆珠笔头大一点。你看这个，这就是典型的战火花的，你不要听他跟你说没有它咋着？你看看这黄瓜头，有一点点黄瓜味儿，但是外面是黑的，里面是淡。这种黄瓜我跟你说，不是说是定量不要吃，而是绝对不要吃。看着，这指的是啥不？这就是咱们早餐喝的豆浆，哪是黄豆做的呀？哪是黄豆磨的呀？哎，看看加点这玩意儿，马上就变色，看着了吗？马上就变色。看看小白糖一上，一会儿就甜了，喝吧，这回喝吧，这豆浆3大锅都不够卖呀，1块钱1杯呀。把这个价值2毛多一支的硫酸氢大霉素倒进这个汤里面，你能吃出来这个发酵剂里面含有止泻药的成分吗？今天揭秘个别无良商家金汤发酵机的无耻违法做法。首先锅里自来水烧开，这时来点这个香浓鸡汤干往里面一倒，嘿，你猜怎么着？自来水嘎的一下就变成了一锅鸡汤。接着把蒸熟的鸡块搞里头，冰冻的袋装发酵也抓一些搞里头。现在这个汤色颜色也不行，这时再来上一些浓缩鸡汤干倒在里面搅动搅动，这颜色嘎的一下就变成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金汤了。接着盐、鸡精、味精、胡椒粉搞里调好味道，再把改好刀的冰冻鲍鱼搞里头，红枣、枸杞搞里头，这不是捞的一下一份科技金汤发酵机就做好了吗？然后有个别无良商家做酒席的时候，非使用一些食材质量不怎么样的冰冻食材和预制菜，用以来提高利润，但是又害怕酒席上的顾客发生群体腹泻拉肚子事件，那样不仅巨额的酒席钱收不到，自己的酒店还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和麻烦。于是有无良商家为了保险起见，就会往榨菜头菜里面加入这个价值2毛多一支的氢大霉素止泻药。有专家表示，氢大霉素有抑菌和杀菌的作用，但是如果使用的剂量过大，可能引起听力下降、耳鸣或者尿血、排尿困难等症状。因此，在使用时需要谨慎，并在医生指导下使用。这博主建议，下面这几种食物千万别去购买了。首先就是各种各样的香肠。俗话说好肉不做馅儿。您知道香肠里面是什么肉吗？通常都是鸡肉、鸡皮、香精、色素、淀粉、凝胶等混合起来的。其中的猪肉大部分都是一些边角料，还有一些肉泥可能都已经发臭了。然后呢，再给它加上一些香精，你根本就吃不出来，还越吃越上瘾。第二个就是铁板鱿鱼。你看那从早卖到晚，甚至呢还会卖到凌晨。这些鱿鱼呢也都不会放到冰箱里面去保鲜，你还闻不到它一点腥味和海鲜味，也不会变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些黑心商贩会使用双氧水和甲醛去浸泡防腐，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？第三个就是无骨鸡爪，为了让鸡肉看起来又大又饱满，还有一些小商贩用这个甲醛去浸泡鸡爪，你说可怕不可怕？第四个就是火锅店和麻辣烫店里面各种散装的丸子，牛肉丸、鸡肉丸、猪肉丸、鱼丸等等，都是用的鸡皮、骨泥、动物内脏、淀粉、香精、色素、防腐剂做出来的。如果你有机会去看一看它的整个制作过程相信你再也不会去吃了。小孩子特别喜欢吃的午餐肉，今天它来了，12原材料鸡肉，兄弟们，你以为这么大一块超哥还算良心的，这么多。
家里边好来一点盐、味精、玉米淀粉，兄弟们得加量啊，因为这东西便宜啊，再加点，还加点，最后加点吃素的感觉，加点拉丝蛋白。肉味不够，我们用科技给它加进去，鸡肉香精。都知道午餐肉它的口感性很强，我们加什么？好辣椒、冻蜜明胶、黄原胶、胡萝卜粉、单聚磷酸钠、焦磷酸钠、6天磷酸钠，这两样东西都是保水剂，加了里面它吃了还有口感劲儿。氯化钙、亚硝酸盐必须得给它调颜色，柠檬黄、栀子黄，然后还有红曲红，最后把我们的拉丝蛋白倒进去，我把它倒出来。你看这里面的颗粒感，就是那种肉感。我们找了一个模具，然后给它放进去，蒸半个小时就好了。能拍一个对比，颜色都差不多，给它一刀切开看一下。是不是差不多？在外面随便吃过桥米线的人，那是真正的狠人。我一个亲戚就是干米线包生意的，自从看见他操作了一遍之后，我是再也不想吃了。过桥米线这款小吃也有很多年的历史了。传统做法就是猪骨、鸡骨熬制高汤，吸油、流油，各种香料熬制酱料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有些做生意的人都变懒了，骨头汤现在也不熬了，直接用大骨浓汤宝等科技勾兑，酱料也不自己熬了，直接各种高科技取代。真不知道这是时代的进步还是饮食文化的悲哀。今天就把我那个亲戚店里的做法演示一遍，让大家了解一下某些商家过桥米线是如何制作的。首先煲里放一半水烧热，接着丢点科技鱼丸子片，再来点红油火底料，接着大骨浓汤宝搞里，清水秒变大骨浓汤，再放入鲜香骨汤王。忘了这玩意儿啦，真的是汤鲜味美。接着再放入过桥米线专用的一种含有增鲜剂、增香剂的狠货。忘了这玩意儿，你会控制不住的想要把汤都给喝完，像有一种魔力一样，让你越喝越想喝。接着再放入满盖飘香油，就是一滴香，让你老远就能闻到这个香味，馋死你。接着放点千张丝、豆芽子，泡好的米线丢里面，小白菜来一点，一起煮个2分钟。我差点忘了，他们店里还放了一种叫牛魔王香膏的东西，说是来增加点牛肉香味。接着撒点葱花，这道过桥米线就做好了。伙计们，闻着这扑鼻的香味，我都在吞口水了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